兰兰，你说咱们这结婚，你们家那个嫁妆到底怎么说的呀？这咱们结婚离得还有一段时间呢，我们这什么还没准备呢。哎呀，不是我说啊，兰兰，你看结婚啊是有一段时间，但是你也得提前准备不是？到时候咱们结婚了，你这嫁妆还没弄好呢，这怎么办呀？我跟你说，你得提前做打算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回去之后啊，我就跟我妈好好说说。哎，对了，尊宝，你们那边有什么规矩啊？需要陪嫁什么东西啊？兰兰，其实我们那里嫁妆这边规矩啊也挺多的，但是你看我们在大城市已经买过房子了，而且也都装修好了。这嫁妆那些家具啊、家电啊，你们家都不用买了。那就是说我什么都不用准备？那怎么能行呢？你看，咱们俩结完婚之后，是有房子了，是有住的地方了，但是平常上下班，是不是还缺辆车呀？车？是呀，这以后咱俩结完婚之后，这上下班有辆车，这不方便吗？你说的对，到时候买了车啊，咱们上下班也方便，出门更方便了。对了，尊宝，你有没有看过啊？什么价位合适啊？啊，我是这样想的，那个兰兰，你看，咱们要买车呀，就不要买那种经济实惠的。你经济实惠的，以后咱们俩工作的时候开那个车，多没面子呀！咱们要买啊，就买稍微好一点，这样一步到位。以后不管是咱们出门办事儿，还是以后有了孩子，带着孩子出去旅游什么的，这都有面子不是？你说的对，确实应该买个好一点的。那你有没有相中的？有一辆那个车我看过了，然后它呀是7座的，以后就是咱们有孩子了，带孩子出去也方便。不过就是稍微贵了点。多少钱？40万。40万？是啊，那个40万确实有点高。原本呀我也想着分期呢，但是分期你以后咱俩不是还得还吗？你看咱们现在正好趁着结婚啊，把这个车给房子，让双方的家长啊都给安排好了，这样以后咱们生活不轻松点吧？你说的对，那要不这样吧，你看我妈只有我一个女儿，我回去跟她好好商量商量，我妈肯定会同意的。那行，兰兰，你呀一定要跟你妈好好说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车一定要买啊。知道了，走吧。那行，咱们呀去看电影去。好。嫂子，兰兰回来了。嫂子，你在这呢，妈呢？哦，咱妈在屋里休息呢。啊，那个嫂子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看，我和尊宝也快结婚了，房子什么的他也都买好了，家具家电也都准备好了，我就想着我们结婚陪嫁，要不就陪一辆车吧。陪一辆车呀，挺好的呀。这以后你们结过婚，也有车了，也有房了。是啊，我和尊宝也是这样想的。不过嫂子，你看这陪嫁吧，这个车钱是不是该你出啊？嫂子，你平常在家就最疼我了。你看这结婚要陪嫁车，我手里又没钱，妈年纪又大了，这个钱你就出了吧。那个兰兰，那行，那嫂子啊，帮你一点。你想买个什么样的车呀？那个我和尊宝相中了一个40万的车。40万的车呀？那你们差多少钱呀？我给你拿。我这手里啊，只有5万块钱，要不剩下的35万你给我出了？什么？35万呀？怎么差这么多？兰兰，你也知道，咱们家条件也不是很好，也就一般家庭。这我跟你哥结婚几年没存那么多钱呀？你说什么呢？我哥一个月可是2、3万块钱呢，而且他每个月发的工资都打给你了，你怎么可能会没钱呢？话是这么说没错，可是你也知道，这我有2个孩子呢，还有咱们这一家老小的开销也都是我拿，这都需要不少钱呢，真没那么多钱。你要不买个便宜点的车，我给你出10万左右。嫂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买个便宜点的那能行吗？这尊宝可是在大城市里面买的房子，要是买个便宜的车，怎么能配上我们的房子，我们的地位呀？
到时候要是买的那便宜的，我们开出去多丢人呀！别的不说吧，你就说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要是陪嫁一个便宜的车过去，那我在婆家还有地位吗？人家不得欺负我呀？兰兰，这家庭地位不是这样算的呀。那怎么不是？嫂子，我看你就是心疼钱，不想出这个钱是不是？兰兰，我不是不给你买，我是真没那么多钱呀。没钱没钱，你除了把没钱挂在嘴边上，你还会说什么呀？行了，既然你不愿意给我买，要不这样吧，你把你们的那辆车给我。什么？我们那辆车给你？兰兰，这怎么能行呢？这辆车是我跟你哥结婚那么多年买的唯一辆车了。再说了，这我上下班什么的，还有送孩子，这都需要这辆车呀。行了，你就别给自己找理由了。没车你还不能接送孩子了，那骑电动车不照样吗？我看你就是不舍得。这骑电动车也能上下班，也能送小孩，但是这平时还好，你说万一有个阴天下雨的，冻着孩子怎么办呀？再说你也知道，我上班的地方比较远，骑电动车得1-2个小时呢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你也不愿意给我陪嫁车，也不愿意把你的车给我，是不是？兰兰，我不是不愿意帮你，我是真没那么多钱。你这样，你听我的，你买个便宜点的车，我给你出点钱。不行，你别给我说那么多废话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你只能选一个，要么给我陪嫁一辆新的，要么把你那辆豪车给我，你自己选一个。淘淘，哪一辆都不烦。妈，妈什么妈呀？凭什么让你嫂子给你买车呀？刚才我就听不下去了，亏你想得出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这么做不还是心疼你吗？你说说你年纪大了不挣钱，不然的话我就该找你要钱了，我也会找他要钱嘛。那你想要车，自己努力赚钱自己买呀。你看你嫂子和你哥，他的车不是结过婚以后买的吗？你和最早结婚也可以再买呀，非要现在买吗？妈，你知道什么呀？这尊宝结婚之前已经把房子买好了，我要不买一辆车陪送过去，那我在他们家还能有地位吗？那地位不是别人给的，是自己挣的。兰兰，妈就告诉你，到了你婆家，你勤快一点，什么活都抢着干，知道孝敬公婆，人家不会说你什么的。是啊，兰兰，咱妈说的对，这在婆家有没有地位，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。那有什么？用真情啊？你想多了吧你？兰兰，你怎么说的？你是越大越不懂事了。你看你嫂子嫁到咱们家这么多年，她来的时候也没陪嫁车，这我不照样对她好吗？那是因为什么呀？那是因为啊，你嫂子懂事勤快。自从你嫂子嫁到咱们家，我干过什么活呀？这家务做饭洗衣服，哪一样不是你嫂子干的呀？你要这样做的话，那你婆家谁不喜欢你呀？如果你嫁到人家好吃懒做，什么事也不干，你就是陪坐再好的车，人家也不会高看你的。妈，你能不能不要当着他的面来数落我呀？我可是你亲闺女。就是因为你是我亲闺女，我在这儿说你呢，这样都是为你好，教你做人呢。你要为我好，你就劝劝我嫂子，让她出钱给我买辆新车。这事儿我都和尊宝商量好了。你说说，我们结婚之前，我要是没陪送辆车，他该怎么想我呀？无论今天你怎么说，我也不会让你嫂子出钱给你买车的。妈，说来说去，你就是便宜，你只向着我嫂子，我才是你亲闺女，她只是个外人。兰兰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嫂子是我的儿媳妇，她就是自己的家人，而你嫁出去了才是外人，你要搞清楚。你终于说出心里话了，是不是？你想着我早晚有一天会嫁出去，所以你把我当外人，把她当成亲闺女了吗？是，以后你嫂子就是我亲闺女，我指望她给我养老呢。行啊，妈，行，那等你老了，我再也不管你了。兰兰，用不着你管。淘淘，走，咱们出去逛街去。兰兰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走，淘淘。这气死我了！这我妈怎么能向着她呢？等你老了，我再也不管你了，你就指望我哥和我嫂子去吧。
这个婚我看就别结了。